Hello， 大家好，我是郭巴老师，努东基 Sam。大家还记得上一集呢？郭巴老师到桃园本田去试乘这个 CL Street， 这个Scrambler 的越野的街车。然后呢，其实那天骑完了车之后呢，下午要回杨梅老家的路上，其实就会经过那个 BMW 的重机展示店。大家还记得吗？我之前那个街车之痛那个时候差一点就想说，为了装后箱的问题，我要把它换成小小鸟BMW 的小小鸟。我们今天就来去试乘啦。好，就来到了这个台66线快速道路下方跟台1线的交叉点，这里就是 BMW 的大同重机展示中心。哇，这边附近还有另外一个 BMW 是做汽车的，可是这个重机的这一块哇，它展场好大。我想台湾该有的 BMW 的公司车应该这边都有啦。哇，这个就是他们一个很经典的车款就是 R18 1800cc 的水平对卧双缸的引擎，一缸就900了大家看到脚踏那边凸出来的那个就是它的引擎哇，这是它的一个特色，真的是蛮特别的。哇，这边还有这个很帅的车它有这个白色的子弹头，然后呢，整个车是白色系，但是又有蓝色跟红色做点缀装饰的非常的漂亮。然后右边这个呢就是 G310R， 这个是街车，然后再来这个就是今天要试的小小鸟，然后这3台呢都是1250cc 的大车。那就正式要来试骑这台小小鸟啦。为什么叫小小鸟呢？因为最大的是1250的，这个是大鸟。然后再过来呢，就是有这个750cc 的，这个是小鸟。那这一台是313cc， 就是小小鸟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这一个排气管上面的这个铁丝铁圈，就是之前跟大家提过的台湾的这个排气管的这个法规造成它必须要有这个所谓的像防烫盖的东西在这边，你才能够验车验得过不然的话呢，它其实像上面那个原厂的那个铁片，其实就很好看台湾的法规真的是蛮奇妙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网站上面的一些资讯我们的小小鸟呢，它的型号是 G310GS 我觉得 BMW 他们的这个网站是做的蛮不错的蛮漂亮的。然后呢，它有几个特色呢？有哪些呢？第一个它是这个4行程的单缸引擎。再来呢，就是它这个可调式离合器跟刹车拉杆拉杆可以按照你手的大小来调整。然后再来是车身线条，就是这个鸟车的造型。然后呢，金黄色倒立式前叉，就是所谓的金筷子了41mm 的。然后呢，全 LED 尾灯组，然后 LED 的大灯所以全车都是 LED。然后呢，悬吊系统是置中的单悬吊。然后呢，这个后行李箱支架，这个就是对我来说的最大的亮点据说可以承重20公斤哇，那是蛮厉害的那这边再次的来强调它的这个拉杆是可以调整的，所以手比较小的人呢，也可以调整到适合自己的大小那个宽度。再来，我们来看一下引擎它是313cc 的，所以它是 G310GS。然后呢，马力是34匹，扭力是28牛顿米然后呢，油箱容量是1.5公升。那配备的部分，我们等一下再过来看下面这边它这个网站蛮特别的是，它有把他们的这个声浪引擎跟排气管的声音放在这一边，让你可以在网站上就先试听看看。不过这个我们等一下直接听现场音就好了那它的设计风格，也就是它的这个颜色呢，基本上黑色的这一款，在现在这个民俗月，如果你买车的话呢，24万9，算很便宜了。那另外2个颜色呢，这个经典的蓝白，还有这个有点香槟金的颜色呢，这个就要再加6000，就是25万5。再来这边有介绍它的人身部品那这个 BMW 的东西其实都蛮有质感，但是相对的也蛮贵的大家好好考虑了那我们回头来看这个规格与配备的部分首先呢，看到下面这边，它的引擎呢是水冷4行程，然后是313cc，这刚才都说过了然后这边蛮特别，它这个标出来它的极速就是143公里，哇，算骑得很快的然后呢，耗油量是说法是100公里要3.3公升，
那倒过来说的话，1公升大概就30公里吧，好，那再来是它的离合器湿式的，然后呢变速箱6档，这个都差不多一般的车都这样。倒立式前叉41mm的然后呢预载可调的中置后避震，铝合金后摇臂这些东西。然后轮胎呢，一样是这个前11公分、后15公分宽的，然后前19寸、后17寸，就是有一点越野的感觉。那它的前刹车是双向的碟刹，那后刹车是只有单方面的这个碟刹那它的电控是有防锁死啦ABS， 座高835mm， 就是83.5公分这真的蛮高的我身高172，骑上去也是觉得有一点高跨车的时候都觉得有点高了。然后车长车高车宽它都标给你看。然后它的车辆净重是175公斤，不算非常重然后最大载重它有标出来是345公斤，哇，那是很能够承重的那它这一边有一个部分我要特别说一下，它的仪表竟然是 LCD 的数位式，其实这个有点像这个几十年前我们有玩那个什么养电子鸡，有没有那种小的电动玩具，那种上面就是会用这种 LCD 啦。我想可能是欧洲人不太在意这个仪表板了它这个车子毕竟它是一个入门车款，它要有一点点 cost down 的话呢，可能这个仪表板就没有办法给你太好的，反正它也没有什么电控了所以大概这样就可以了吧。是这个按照吧。再按一下，热一下。这个是什么灯这是日行灯，下面是日行灯，这边是近灯，这是远灯。对。它没有定速，也没有双黄灯。这个就是没有它也只有 ABS 而已，它也没有循迹。好。对，它是比较低价的车子就没有那么多。好，那这位业务廖先生呢，他也蛮明白的跟你讲了他比较低价的车子就没有那么多的配备，那这也是我们要一起来考量的东西。那等车暖了之后呢，就正式上路啦。哇，我人生第一次骑这种正规的这个鸟车之前有试骑锅巴大哥的那个 CB200X 那个是有一点点像多功能车，但是并没有像 BMW 的鸟车这么有名嘛，对不对？那 BMW 的这个大鸟下来是小鸟，这个是小鸟，终于让我骑到了。那我的感觉是呢，它的动力跟 CB300R 是差不多的感觉一样也是6档国际档。那每一档的气呢都不是特别长，也就是你差不多加速上去就要赶快换挡。不过这个加速的表现还不错可能它的车轻还是有差的。那它的时速我是没有试到143公里啦我连100都没有试上去，但是在这个一般的道路的骑乘就已经非常的够用了。我相信呢，它是可以做得到100多公里的啦。那爬坡的部分我觉得它的扭力算是足够的，应该是不会愧对于鸟车上山下海的这个协同它的越野的行程避震呢，也应该都是能够克服的。不过这一天的早上我才刚骑过本田的 CL Street， 那个是双缸车，所以那个扭力更是游刃有余。那这两台车一样都是前19后17的大轮框然后也是长避震形成的越野设计。比较起来的话呢， CL Street 骑起来是更舒服的当然它的车座高也比较低，然后呢椅垫也是比较宽的不过那个车子也是比较贵了这个价钱也是一样要考量进去的。再来我们讲到骑姿那这台车重心真的是比较高，比那个 CB200X 还要高很多。不过这个是真正的鸟车设计用来拉力的嘛，所以高也是应该的。所以停下来的时候就比较辛苦有一点点怕不小心会原地倒车，那就要喝成胶了
不知道是不是我还没有驯服这只宝马骑乘的时候呢，这个路感有一点不明确，一直就有一种感觉，这个油门跟车体还有道路这个中间好像都隔了一层膜啊，就很难形容那种感觉然后换挡的感觉也不是很直接，我知道有换，可是那个感觉就比较遥远我想有骑车的人应该比较知道我在叙述的这种感觉吧。那这台车呢，有一个令我比较头痛的问题，就是一样跟换挡有关的，就是它停车要换到 N 档的时候，就很奇怪，那个上上下下一直在1档2档1档2档中间一直打不进去那个 N 档。那一开始我以为这个是试驾车嘛，可能它的里程数比较多，那车子比较旧了或是机油的比较久没有更换，这难免会这样子可是后来我才知道，这台车是2023年出厂，然后现在里程数才183公里，所以它完全是一台新车那怎么新车就 N 档这么难打进去这个我觉得有可能是欧洲人对于一些细节不是特别在意，这个应该就是一个造车文化不同所导致的所以我们东方人在意的东西跟欧洲人在意的可能不太一样。那再来也有可能是这台车它是印度做的啦印度的工厂的技术或许无法呈现出这台车的原貌，那究竟原因为何我就不清楚了我只知道呢，换回我的 CB300R 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好好骑那总结来说呢，我觉得这台车它是定位在 BMW 要吸引车友进入德国车系的一台入门车它的各方面的表现呢不算特别的突出，甚至于打 N 档会打到你快生气然后它又没有什么电控，只有那个 ABS 防锁死的这个刹车系统，连这个 TCS 循迹就是怕你后轮会打滑的那个电控也没有，因为这是多功能车嘛，你有可能进林道土路的时候呢，应该后面会滑，所以应该要防滑才对，但是它也没有但是这台车的的确确是继承了鸟车的血统，所以如果你也希望有一台可以陪你一起深入林道的好伙伴，那这台鸟车它本身的设计就是一大亮点然后再来呢，它的售价已经从当初的30.8万一直下降到现在是24、25万这个也算是展现出他们的诚意了啦20多万你就可以圆一个 BMW 的梦，你也可以当 BMW 的车主那之前有个广告说，你终究是要开欧洲车的那如果你骑重机，你终究是要骑欧洲车的。那除了这个海丝瓜之外呢，你也可以考虑看看 BMW 啦不得不说啦这个降价呢，对所有的车主来说也是一大诱因。好，说了那么多呢，这个都是我个人的感受啦或许不同的人骑上这台车就有不同的骑乘三角啦，或是你在意的点不太一样啦，那这都是大家各自的感受，我也是一个不专业的这个骑车心得的分享啦。好，那最后呢，我们就来听听看这台宝马在马路上奔驰的声音吧。好，不得不说呢，这台车它这个配色红白蓝的确还是蛮帅的这个不是中华民国国旗的配色这个就是他们 BMW 蓝天白云的一个蛮经典的他们那个 BMW 那个4格的一个配色，我觉得真的是蛮漂亮的。好，那非常的感谢啦今天谢谢 BMW 让我试乘他们的这台车，心得提供大家参考。好啦，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影片啦，不知道大家喜欢吗？如果你喜欢，记得要按赞、订阅、加分享，还要开启小铃铛。那如果你喜欢看很多机车美照的话，记得要加入我的 IG 或是脸书哦。我是锅巴老师，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안녕。